我是一个香港人，但是我的人生里面我住过3个地方，所感受到的日本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当时住在澳大利亚，连空调都不太流行，因为他们先进嘛，那当然我要学日文了。难道这跟澳大利亚的东西比，而且比澳大利亚便宜又好？那我对日本的印象很好啊，那所以你要跟日本人吵架，你肯定不会输的。对我来说，我要做有趣的工作，没趣的工作，我觉得人很痛苦。但你问我在香港做电视台有没有前途？没有，没有啦，躺平，躺平。躺平日本語ある？欲望もなくて。給料が安くて、でも給料もっと稼ぐために頑張らないと。頑張らなくてどうせ欲望がないから、躺は横になる、平躺平。我是东京生活情报台，我是来自香港的 Gigi， 我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叫 Gigi 东京生活情报。今天谢谢你来访问我。我是一个香港人，但是我的人生里面我住过3个地方，一个是香港当然，然后我中学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读书，之后我毕业之后我又回香港工作了一阵子，然后我就再来日本。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日本第一印象，肯定不是之后我再来日本，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在澳大利亚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交流团，我忘了2个星期、3个星期左右，就是跟学校一起去我们的姐妹学校。那个时候是在大阪。如果你问我对日本的认知，就是不是说从电视看、从媒体看，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日本就是那个时候。但因为不是旅游嘛。我有旅游过，但是那个在那个之前，就是3岁的时候没有印象，然后我是真的没有去过日本，因为我去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日本很远，所以没有太大机会。就我的那个时候的机会就是去了，就是跟学校一起去，那个时候的感觉。因为我是住在日本人的家里面，而且是一个1户建，因为是在大阪府，不是大阪市，所以感觉很我不能说感觉很特别，因为在澳大利亚也有1户建嘛，可能在香港大家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住1户建，但是在澳大利亚也是有1户建，感觉是日本的1户建肯定跟澳大利亚的不一样了，它可能比方说你的浴室有一个浴槽，那个马桶会喷水。我是说我中学的时期好不好？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免治马桶，那个时候很厉害我中学的时候我体验过，也不是很多地方有那个时候也不是每一个地方有就比方说我可能去一个百货公司，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现在很普遍你去百货公司都肯定有免治马桶那个时候没有，但是我体验到刚好我的那个日本的 family 他们走在尖端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先进，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当时的澳大利亚，我不能说是现在的澳大利亚，我当时住在澳大利亚，连空调都不太流行，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而是没有很普及那个时候我在香港已经有空调，当然作为一个香港人非常习惯有空调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没有空调是
也不能说不能生活啊，但是对我来讲，我当时是觉得这个国家应该就不是我想住的，觉得不想住的地方，因为落后，我不喜欢落后的地方。我当时的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思维就很简单，来了日本，觉得很先进。我不知道一个免治马桶贵还是便宜啊，只是一个中学对金钱没有概念，但是我只懂得享受。我觉得我在澳大利亚没有享受得很好，因为有点落后。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发现澳大利亚也有日本人我当时不会日文跟在澳大利亚的日本人当然是用英语沟通，没问题我接触了很多来自不同世界的外国人在澳大利亚，大家都是讲英文我以为英文是一个共同的语言，一直以来也是这样想。但是那个 homestay 那个体验来到日本之后，我发现沟通不到有点差异，因为一直以来跟我聊天的日本人都会英文嘛，但原来在日本的日本人是不会英文的那个时候我没有想什么，就想那我要学啊，因为他们先进嘛，那当然我要学日文了。难道就是封闭在一个只是英文的地方，然后落后吗？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因为我都已经离开了澳大利亚了，可能澳大利亚也很先进，因为现在有网络嘛。我相信现在所有地方都变得先进对，那个就是我日本的第一印象，有点拉得有点远，但是那个第一印象非常好也是因为那个好的印象导致我有想去学日文的想法，对，才有今天来到日本住的我。对，那个时候我学日本没有很高科技，老实说，没有网络有网络，但是不是 YouTube 那个年代啦。那我没钱我没钱去学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利用，但有一个地方叫图书馆在澳大利亚那个图书馆呢，有些教材，就是 beginner Japanese 之类的还有那个录像看的，那个时候是 video tape对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知道了良也就是这样学的现在大家看 YouTube， 我是看 video tape 的对我就是用那个方法去学后来就因为我进大学了，后来，然后我进大学有很多交流生，就是海外的交流，当然也有日本来的交流生。那他们想学英语啦，那我想学日文啦，那我就很努力跟他们去language exchange 去玩了。他们努力讲英文，我努力讲日文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每一年都会去看我的 host family 在大阪，所以你懂吗？就跟日本人住在一起，就每天就 body language 这样子，就是这样从生活里学的那为什么我可以每一年去日本呢？那听起来好像很花钱，对不对？其实没有，因为我是住在澳大利亚，那我本来就要回香港的。日本就再远一点，那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买一个机票，就是从澳大利亚去日本停香港的话，可能只是加，听说100块澳币之类，加一点钱而已，所以成本很低。对，我就是这样学日文的，不太正规。后来去大学，我可以就是你可以选一些语言的班嘛。那我就是选了就是复修日文
同时也可以来日本做交流生，就是长时间一点的，就来了一年。那个时候去了横滨。我还忘了一件事情，澳大利亚当时对我来说，澳大利亚除了比较落后之外，那个物价比较高，哈。因为我学生嘛哈可能你工资比较高，那我这个很难比较，但我感觉是物价比较高，很多人都不怎么花钱去享受，所以就是说空调有发明到，但很多家庭都没空调，那个感觉。但是我来到日本，我感觉那个时候烟，我忘记那个时候烟的那个汇率怎样，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叫 100 shop。百元商店，我是觉得好厉害啊！而且百元商店东西不差，这跟澳大利亚的东西比，而且比澳大利亚便宜又好。那我对日本的印象很好啊，对吧？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来说很好啊。那留学的时候留学的时候也很好啊。留学的时候不是有食堂吗？食堂东西又便宜，味道不错啊。一直感觉都很好，就是留学的交换留学的体验很好，homestay 的时候体验很好，东西又便宜，感觉很开心，又现金，对，所以再来啊！但是那个3个星期有人把我照顾得很好，我没有感觉不开心啊，但是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慢慢提升我的日语能力了嘛。这到我真的一个人来的时候，首先是语言那方面我没有问题了。那没有问题之后，就这个就不是你是不是外国人了。每一个人可能就成为社会人，就是日本人大学毕业还是要出来自己一个生活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要面对的事情，这个就跟语言没关了对。日本的交通肯定比澳大利亚好，但我觉得日本的交通有没有比香港好，这个我就不能很难说。当然香港比较小，那日本你不能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当然你可以坐 JR 很方便，但是问题很远嘛，你很浪费时间嘛。香港的话，这地方比较近，而且要坐 taxi 也很容易。但是现在日本 taxi 也很简单，现在 app 里也可以叫 taxi 而且现在我觉得日本的 taxi 比香港进步你可以用有很多不同的付款方式，而且有些还会给你充电手机充电很干净这个体验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也很方便，就如果你说那个交通的话，可能香港堵车可能比较厉害。那交通的话 ，OK， 日本还是 OK， 只是比较贵。但是好像钱这方面好像习惯了，反正还是要付嘛，还是要付，所以有点美感了，这个不好，我觉得。这不好，对，日本是最贵的3个地方来说，但已经没感了。如果你是打工的话，公司会帮你出交通费，这个很赞。是，我也觉得那个交通费很贵。但反过来说，因为我有请那个做家务的那个 part time 嘛，那你也要给他交通费哦。那作为打工的我感觉雇主给我们交通费，这个很感恩，但我也会聘用人家帮我做事，我也有出那个交通费给对方，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好贵啊，凡事都有两面，看你是站在哪一面。可能日本人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人の目線気にすぎる，就太在乎其他人的眼光了。当然怎么讲？我不是说我不在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总会在乎某一些人的想法但是
太在乎的话，就自己辛苦了。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当 YouTuber，每一个人你所有的观众的意见都不一样，你可以怎么在乎？那工作也一样啊。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对吧？啊，对啊，我觉得之前有人跟我说，那我也同意，这个不是我自己观察出来，是另外一个香港人跟我说的。如果你要跟日本人吵架，你肯定会赢的。日本人不懂得吵架的，我不知道那个，但我大概的意思，可能日本人可能会不会去到那么他们可能会比较遠慮する遠慮する中文是什么他们不会去到那么就是拼命跟你说对，他们不会跟你太大的冲突。那所以你要跟日本人吵架，你肯定不会输的。所以你跟我说工作的文化，你讲的话没道理。你要跟我讲道理吗？我就会说，讲道理我肯定赢你的。那最后你还是会输。那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也会有委屈的时候啦，就是以前的工作，当然会有些委屈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也不是就是赢着不赢，就是哑赢，我不会，对。那事实证明，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哑赢在我的 career 上边有什么问题啊？对啊，找对的公司嘛。那如果因为你不哑赢，因为你要哑赢才能工作的，这个就不是好公司了。你应该要离开啊，对吧？不知道了，因为你看现在日本的经济，现在的那个汇率都很低，而且最近我常常都听说日本的年轻人躺平，因为我不年轻了嘛，就是反正我不是躺平，但是有时候我在想，躺平是怎么回事？躺平会好吗？就是我会想在一个躺平的地方继续生活吗？这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很喜欢现在做的事情，所以没有特别想到，有想过要去新加坡。因为在亚洲，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澳大利亚我住过了，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工作如何，我没有在澳大利亚工作过。但我觉得我不喜欢澳大利亚的生活。那香港我也住过了，那日本我也住过了。香港工作OK 啊，那个时候。应该这样说，要看哪一个工作。对我来说，我要做有趣的工作，没趣的工作，我觉得人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在香港也做过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工作，例如电视台，我做过电视台，我做过化妆品，我觉得都很有趣。但你问我在香港做电视台有没有前途？没有啦。为什么？香港电视台的前途是，如果大家说刚刚不是说日本的工作文化吗？那其实香港的电视台不就跟日本差不多嘛？就是那种如果你是 PA，
你是 PA 的话，在一个电视台里面，如果你是 PA 的话，任何一个我不是 PA， 我没有在电视台当 PA， 但我告诉你，在之前人家说的，在电视台，如果你是一个 PA， 就是日本的 AD 做助理编导，如果你是 PA 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骂你。这个是一个导演告诉我的，他们当然那些导演都是从 PA 挨上去，说的是10年做单位哎，一个人的青春有多少？这就是电视台啊，对啊，所以我不是说日本不一样，我相信日本也一样，因为我也认识人做电视台在日本，也是很 black 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是问题是电视台的工资很高啊，这里的他们会不断给你那个加班费。我当时做电视台在香港是没有的，就是你一个工资加班是杀必死的，但是我刚好认识的，他说不是，一直加，就是反正你的工时很长，但是全部都加上去的，而且taxi ticket， 对，日本有一个东西叫 taxi ticket，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好像这是一个券，就是你坐。这正常来说，很多人可能坐 taxi 你先付钱，然后拿那个收据去，再跟公司拿，但是比较大一点的公司，他们会给你一个 ticket， 就是你根本不用跟公司报销，就是直接给 ticket 给那个 taxi 的司机，蛮方便的，对，那个在香港没有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说做电视台，我不是说日本的做电视台也是辛苦，但是我感觉日本的电视台好像应该比香港好一点对。